欢迎来到轻声慢读。今天，我想和你一起读一本温柔又真实的小说。找不到工作的一年。这是一个关于迷茫、勇气与生活小确幸的故事。或许你也能在其中看见现在的自己。今天我要开始给大家讲一本书，叫做《找不到工作的一年》。先说说我是怎么发现这本书的，因为我们录节目是在一个书店里，那我如果到得早了，就会在书架里面一排一排的看过去。忽然就发现这本书，拿下来觉得好有意思啊！我就开始想，自己20岁的时候什么样，30岁的时候什么样，那现在又是什么样？好像每个人在面对一个新世界的时候，都会有一种想法，觉得我只要努力的往前跑，跑到这个点上，我就可以毕业了，找工作，进入大公司，升职加薪，买大房子，遇到好的爱情，结婚，然后顺利的过上了自己想要的生活，成为更好的自己。25岁以为30岁可以实现，30岁以为35岁可以实现。那我在35岁的时候，终于意识到，我这么的努力，就是活成了一个普通人。所以我看到这本书的时候，就一直很好奇，说这到底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那我看完这本书，我才发现，原来它是另外一本小说的续集，而且那本小说已经被改编成了电影，还很受年轻人的喜欢。那本书叫什么名字呢？叫《横道世之介》。所以这个找不到工作的一年呢，就是续写了横道世之介的故事。那横道世之介写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如果大家看过这部电影，你可能就会发现，就是我们每个人一定要经历的阶段。有一个年轻人，他叫世之介，他从一个小城市长崎考到东京去念大学，那所以他就经历了很多人生中的第一次，比如第一次看樱花啊，第一次谈恋爱啊，第一次跟人打架啊，第一次去银座啊，等等，这些简直就像我们的初恋嘛。那接下来他毕业了，毕业之后一切就会变好吗？世之介长成了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就是这一本找不到工作的一年。你说听起来很丧吗？对，横道世之介就是一个废柴。刚开始我一点都不理解他，我想这个人怎么这么没用啊？他的人生怎么完全没有起色啊？他怎么一点也没有壮志凌云，实现抱负，然后逆袭呢？都没有但是看着看着，我就有点喜欢上他了。直到最后把这本书合上，我心里就非常的感动。我多希望自己身边就有一个横道世之介这样的人，他可以是我的朋友，可以是我的男朋友，或者是我的弟弟，甚至是我的同事，不管是什么啦，总之我很想要一个横道世之介。为什么呢？就这样的一个废柴，他是怎么打动了我？所以我决定给大家讲讲这本书。我们就先来说说这本书是谁写的。这个作者叫吉田修一。那吉田修一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为什么会写一个废柴的故事？在我看来，吉田修一基本上就是在写自己的真实经历。他在写横道世之介的时候，就带入了自己很多温暖的小情绪。那在他的第一本书就叫《横道世之介》里，他就先写了这样的一个年轻人，他第一次跳桑巴舞，第一次打工，第一次有女朋友，第一次独居，第一次体验了夜不归宿，第一次跟别人郑重的告别，第一次目睹生命的孕育和降生。就种种事情都发生在人生很重要的这个关节点上，就是上大学所以我说它是初恋一样美好的记忆啊。那这部小说很快就引起了特别多人的共鸣，所以被改编为电影，在豆瓣上面评分一直很高。那接下来呢，吉田修一就写了我今天要讲的这本书，叫《找不到工作的一年》。就是说他的这个主人公横道世之介在毕业了，结果呢遇到了就业冰河期，他完全没有找到工作。那这一年他多大呢？24岁了。那么这个24岁的大学毕业生，他要怎么样度过这一年呢？没有找到工作，打零工，没事了呢玩玩小钢珠，和别的女孩子在钢珠店里面抢椅子，这就是横道世之介。那这样的一个废柴，他值得被写在书里吗？为什么还会有那么多人有共鸣呢？我就看到一个读者说，我想到的是，可能谁都会有一个无论做什么事儿都很不顺的时期吧。然后这个人就讲说，我和世之介是同乡同龄人，
我自己就是这样，在某一年的时候，我也是不管做什么都一事无成。所以这个年轻人就很快的跟世之介有了共鸣，他就说喜欢世之介。那包括就是在电影里扮演世之介的这个演员，他自己就讲，他说我翻开书和世之介在一起的时间就恍惚过去了，我想以后的日子里我还是会不经意的想起他。为什么呢？一个废柴怎么能做到让人这么难忘呢？这个演员就讲说，因为横道世之介就是我的超级英雄。你在想，天哪，他是怎么做到的？他这么丧，他这么没用，他就是爸爸妈妈嘴里说的那种没出息的孩子，他和别人家的孩子形成了鲜明的对照，那他怎么会成为超级英雄呢？我们就来看看他的故事哈。我也是这样，从不理解到慢慢的被他感动，这里面有很多的细节，我一点一点的讲给你听。那在找不到工作的一年里，横道世之介已经24岁了。24岁的世之介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是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男孩，没有独特的天赋，性格和外貌都一般，家庭也不富裕，生活寡淡的就像是流水账。那他刚上大学的时候，其实日本的经济还比较景气。那在他毕业的这一年呢，就遇上了日本的经济整个崩盘，接下来就是10年的衰退期。所以世之介的命运是什么样的呢？你看，他找不到正经的工作，面试了52家公司，但所有的公司都不要他。就这么一个普通大学毕业什么也不会的年轻人，就在这种状况下呢，租了一个破旧的公寓，躲在里面，每天出去打零工。那主要的收入来源呢，就是去游戏厅玩那个小钢珠球，靠着中奖来浑浑噩噩的度日。那看到这里，你会不会觉得，哇，这么一个百无一用的年轻人，他该怎么办呢？好替他发愁哦，对吧？可是世之介一点都不发愁。这和他的性格有关。他是一个什么性格的人呢？世之介的性格大大咧咧，不别扭，在哪里都吃得下睡得着，似乎和什么人都处得来。他没有什么大的抱负，永远都不着急，生活总是很悠闲，甚至让人觉得有点不靠谱。但他也有优点，这个优点是什么呢？就是真心对待身边的每一个人，有他的地方就能让人感受到温暖。那给大家举个例子，他是怎么样让身边的人感受到温暖的？我们来说说细节哈。比如说世之介看到服务员身上挂着一个写有姓名的牌子，他就会去热络的招呼人家，和人家东拉西扯，那个服务员就会很喜欢他，会觉得这个人好善解人意哦，跟他在一起好快乐，哇，这个家伙又来了，他很受欢迎。那比如说呢，他大学时期放假回家，天天就躺在被褥里面看电视，然后在衣服里面摸出一个橘子吃，摸出一块奶糖吃，完全懒得动弹。有没有一点像你？我们也想过这样的生活，叫躺赢，对不对？不管赢不赢，先躺平再说。他和女朋友在一起呢，最喜欢的事儿是什么呢？就是逛打折超市，一路试吃，最后呢买一点点寿司，或者是买一个烤肉酱回到家。那如果女朋友有事情外出，他就陪着女朋友的孩子玩雪，用那个桶盖子当雪橇，然后变成了孩子王。所以你发现他在任何状况下，第一不操心，第二不焦虑，第三永远很快乐。每一个人都有意想不到的命运，性格中也有别人意想不到的那一面，唯独横道世之介，他就是那种我们一遇到他就给他贴一个标签，叫做好人。那你被发了一张好人卡，你有时候要想想，是不是因为自己也没有什么攻击性，也没有什么价值，别人不知道怎么形容你，就给你分一个类叫好人。可是世之介一点也不介意别人给他发好人卡。那这个书里面就说，因为他从不拒绝别人，他对他人随口一提的话也都全盘接纳当真。有没有发现这一点现在越来越稀少了？在现代社会中，人跟人的交往好像永远有一点点距离哈，想要信任一个人是非常困难的。那世之介呢，好像从来没有一个概念说不要和陌生人讲话，他总是一开始就把自己的心灵敞开来给你看，对一个人毫无防范，他永远是真诚的微笑，你不管说什么他就说，哇，原来是这样哦，你好了不起哦，他充满了对别人的赞美和善意。所以有的时候看他会说，哇，这个人好憨，可是这种憨憨的人总会在某一个时刻猝然让我们打动一下哈。书中有一个细节，就是世之介有一次扭伤了腰，他进了医院。之前呢，因为他一直在打零工嘛，大
大学毕业去打零工，找不到正经的工作，甚至没有办法养活自己，所以他都不好意思联系自己的父母。可是这一次受伤了，紧急关头怎么办呢？那医院还是帮他联系了父母，结果他的爸爸就赶快从乡下赶来看他。那世之介的父母是什么人呢？也是非常的普通，就是那种生活在小的地方，没有什么大的人脉，然后老老实实，也没有什么大的梦想，过日子的人。那他的父母当然也是对他寄予厚望，包括世之介找不到工作，他的父母也是在乡下拼命的在亲戚面前帮他讲好话，想着怎么能够帮到他，也不要让他被别人看不起。书上说，听到世之介受伤了，父亲立即坐飞机就赶来了。为了不在大城市给儿子丢人，还换上了在乡下不常穿的西装，提着不舍得背的破烂的皮包。那看得出世之介的父母非常的爱他，就是这么一个朴实的人。他没有能力给你那些奢华的生活，但爱都是很真诚的。那接下来书里就写了一段很动人的情景，就是父亲从乡下赶来，站在世之介的病床旁边，跟他有一段对话，读给大家听。父亲说，世之介，你要好好记住今天的样子。今天的样子？就是今天的样子。在这个年末，你因为闪了腰动不了，和从乡下过来的爸爸2个人在这间狭小的公寓里很郁闷地度过。这件事你要好好的记住。为什么呢？为什么要记住这个很丧的时刻呢？爸爸讲了一句话，现在就是你人生的最低谷，今后你要做的就是从这里浮起来。那听到世之介的爸爸这句话，我是有点感动的。我会觉得，不管是他的爸爸或者是世之介，他们会甘于过一个那么普通、那么没用和看不到未来的生活吗？不会。他们会自甘堕落吗？也不会。他们有一个很好的品质，是什么呢？叫做不抱怨。人生就是这样，总有一阵子你什么也做不成。所以这个看上去没心没肺的废柴，在生活不如意的时候，在什么也做不成的时候，他却总是能够乐观的面对。这是他身上非常动人的一点，也是后来所有的朋友们只要回忆起世之介，都会说，哇，一想到这个家伙我就会笑出来。那么在这本书里面，围绕在世之介身边的人其实并不多，来来回回就是那几个，但他们每一个人都是不一样的，出身不一样，性格不一样，命运不一样，处境不一样，但是每个人都是世之介生命中特别短暂的过客。可是世之介却用自己的乐观温暖帮助了这些人，或者说治愈了这些人。他是怎么做到的？他究竟带给那些人什么样的改变？这本书的男主人公横道世之介是一个废柴，他身上有很明显的一些特征，比如说他不太明白自己究竟喜欢什么，他也没有什么大的梦想。这个人就是走到哪儿算哪儿，天塌下来当被子盖，你为他焦虑的睡不着了，他早就呼呼呼在梦里面浮现出满意的微笑。横道世之介有一个朋友，这个朋友叫小冰，是一个女孩子。这个小冰完全就是横道世之介的对立面。那小冰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他目标很明确，并且一直在为自己的梦想努力。小冰的梦想是什么呢？他希望能够拥有一个自己的寿司店。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到日本去吃过寿司，去观察那个寿司店啊，你会发现基本上在寿司店里工作的都是男性。我还曾经参与拍摄过一部纪录片，就是日本的寿司之神。如果你看过那部纪录片，就会知道寿司店对于学徒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有一个男孩子在这个寿司店里面学了10年，他只干了一件事儿，是什么呢？就是怎么样蒸那个玉子豆腐，就只做了这一件事儿。10年之后，这个寿司之神那个清瘦的老爷爷就站出来跟他说，哇，我们今天有一个庆祝仪式，你终于可以独立出来干这件事了。那么大家就热烈的鼓掌来庆祝他，拥抱他。这个男孩子就流下了眼泪。我当时看了以后，心里想着，哇，真是做任何一件事都太不容易了。这个地方怎么规矩这么森严呢？所以当小冰的梦想是要去寿司店打工的时候，他遇见的第一个挑战是什么呢？没有人问他，你到底能不能坚持？
你到底有没有天赋？大家会说，一个女人怎么能去寿司店呢？因为日本的寿司学徒几乎从来不招收女性，所以小兵到处去找工作，没有一家店愿意招收他。他的爸爸发现他到处碰壁以后，第一反应是什么呢？就放声大笑。他的爸爸说，啊，寿司店，女人捏的寿司谁愿意吃啊？你没有发现很伤人女儿纠结了这么久，终于跟父母说出自己的梦想，就被这样无情的嘲笑。那么其实还有一种父母，刚好是小兵爸爸的对面，就是当自己的孩子告诉他，哎呀，我想要去当一个宠物的毛发修剪师啊，这么小儿科的梦想，你难道不应该去当一个科学家吗？这种也很伤人，对吧？那么小兵怎么办呢？于是我瞒着父母去转了当地好几家寿司店，问人家能不能收我当学徒。每家店一开始都很亲切地给出建议，如果你要做服务生的话，不要来我们家，应该去咖啡厅。当小兵解释说，我不要去咖啡厅，我就是要当寿司师傅，每家店负责人的脸上无一例外地流露出一些恼怒的表情。这不是女孩该干的事儿，不要小瞧了这一行，没那么容易的。我想起美国有一个大学做了一个很著名的试验，他把一群6、7岁的女孩子叫到一起，然后说你跑步，他就跑得很快，说你丢东西，他就扔得很远，然后说你跳，他就跳得非常的高。接下来他们又找了一群20多岁的女性，让他们重复同样的动作，你就会发现这些女生们，她们跑也跑得不是很快，她们跳的时候只是假装跳了一下，但没有高度。包括她们扔东西的时候，她们有可能会捂着嘴笑，或者很害羞的转过身。那我就在想，为什么我们小的时候充满信心的想要拥有的那个梦想，等到我们长大之后就会忽略它，会放弃它，会假装它永远不会发生。我们到底遭遇了什么？小兵的爸爸就是我们遇到的一个障碍。那个说女孩子不能够做寿司师傅的人们，就是我们会遇到的障碍。很多人在这个障碍一层一层加上来的过程中，慢慢的就忘记了自己到底要做什么人，自己是从哪里出发的。所以我看到小兵，我就会想，所有的人想要保有一个小小的梦想都是那么的不容易。但是小兵性格中就有一个非常强硬的东西，他和横道世之介完全不一样，就是他根本不妥协。他为了表明自己的决心，就干了一件很有勇气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剃光头。要知道在日本，剃光头是表明决心的意思。那日本有一个很著名的品牌叫做秋山木工，那它的这个高质量家具是被所有人称道的。如果要进入秋山木工去做学徒，它有很多条很严厉的规矩其中有一条就是被秋山木工录取的学徒，无论男女，一律要剃光头。你说剃光头跟学习有什么关系？对，在秋山的创始人看来，这恰恰就是为了表明你需要坚定的学习，而且在今后的5年之中，你不能够分心，你要非常专注的只做好这一件事儿，别的东西都不能够干扰你。所以剃光头在日本整个社会里面都被认为说这是一个壮士断腕一样的决心，就他要表明自己的志气的。那么横道世之介在第一次遇到小兵的时候，他们2个人中间是因为要抢那个小钢珠还发生了争执。那第2次再遇到小兵是在理发店里，小兵推门进来说我要剃光头。那个理发师呢是曾经在监狱里面学的理发，你想嘛，肯定是一个狠人。可是看到这个女孩子说要剃光头，他也被吓住了。他就要求横道世之介说，你们2个认识对吧？那你坐下来吧，你在这儿陪一陪他。书里面是这样写的，小兵一定也希望世之介留在这里，人总有这种时候，希望有个人陪在身边，哪怕什么用也没有。从这个理发店出来之后呢，小兵就跟世之介说，刚才对不起。世之介很吃惊，说这个女孩那么酷，而且她总是一副很骄傲的样子，没想到小兵也能说这么招人喜欢的话。世之介就说，哪里，这也没什么，
那小兵怎么回应呢？说有熟人在旁边就没那么怕了。那施之介就讲，我们也不算什么熟人，特别老实哈。那这个时候小兵已经变成了一个光头嘛，头皮发青，他就自己摸了一下，说我都犹豫好多年了。施之介笑了，说爽吧。哎，你看这种年轻人的交流，他不评价他，只是感同身受的说，哎呀，剃个光头是不是很爽？那小兵就说很爽，那么再见。说完就走了。那两个人就分开了。结果小兵转过身来，冲施之介比划了一个玩小钢珠的动作。那后来呢，施之介就和小兵成了好朋友，他带着他一起打零工，去跟朋友们交往，融入自己的圈子，直到后来小兵真的完成了自己的梦想，他拥有了一家远近闻名的寿司店。那小兵后来在回忆起施之介的时候，他怎么样来看待施之介这个人带给自己的影响呢？施之介对他来讲是不是一个有价值的人呢？在书中他说了一段，说那段一个人远离家乡来到东京打工的日子并不好过，受尽委屈，饱受欺凌，甚至自我颓废，但还好心中有梦想，还好身边有施之介。虽然是小兵人生的最低谷，但施之介相信小兵可以浮起来，可以有实现开寿司店的梦想。没有什么根据，就是信任对方。所以有的时候当人处在低谷的时候，你根本不需要一个跟你一起抱怨的朋友，你需要的是一个没心没肺的废柴，就像施之介，只要他陪在你身边，就总会好过一点吧。和施之介完全不同，小兵是一个目标很明确的人，而且他根本不顾别人的嘲讽，甚至自己亲生父亲的讥笑，坚持完成了自己的梦想。他18岁离开家，直到33岁拥有了自己的店。这15年来，小兵一天都没有休息过。可是他会认为施之介对他来讲是一个特别温暖的陪伴者。那后来呢，小兵也跟自己的父亲完成了和解。在他自己开店的第2年，他的父亲就去世了。那这一段描写非常的动人，我读给大家听。当母亲从医院打电话来，告知父亲病危的消息，我正独自忙着给店里采购食材。如果当时就给预约好的客人打电话道歉，并且停止营业，再跑去赶乘新干线，是来得及见上父亲最后一面的。实际上，接到母亲电话的时候，我就在想，爸爸，你最讨厌的独生女马上要去见你了，你要挺住啊。但就在那一瞬间，我似乎听到了父亲的声音。这个父亲的声音是小兵脑子里面出现的，也是父亲的性格。这个强硬的爸爸会怎么说呢？他说，我那傻女儿才不会来呢，她现在在银座开了一家那么好的寿司店，一个女孩子家，混在男人堆里学艺那么多年，被老板前辈们又打又骂的，却一直含泪硬撑着，拼了命才开了一家自己的店，而且店还开在了银座，他那可是一流的寿司店，这么重要的店，我那傻女儿不可能丢下她赶来，我的傻女儿没那么软弱。哎呀，不行了，我还有点难过。所以我们会发现，这个爸爸不是瞧不上女儿的梦想，不是不爱自己的女儿，只是他没有用女儿想要的方式来爱她。很多爸爸都是这样吧，包括我自己的父亲在内。其实这些男人挺傻的，对不对？也挺笨的，好像一背上父亲这个身份就变得很强硬，从来不会说软话，他也不懂得怎么样温情的安慰你，不懂得好好的爱你。如果他们身上能有一些施之介的成分就好了，可他们不是。所以这个爸爸也是这样呀，他不希望自己的女儿受苦，但其实心里很为女儿骄傲，他明明很爱孩子，却摆出一副难以接近的样子。那这样的父亲呢，我好希望你们能够看一看施之介。那你要了解，如果你有一个女儿，她像小兵一样，那这个女儿想要什么呢？下面这段话很重要。小兵像极了每个心怀梦想前往城市打拼的人，虽然一路上有很多的不容易，但因为一直在坚持，
所以总会好吧，你要相信总会好起来吧。像小兵一样，我们每个人身边也一定有陪你度过人生低谷期的朋友，世之介。只要有他们在，生活好像也没那么糟。就像这本书的书名，明明是找不到工作的一年，但是世之介却非常阳光的来面对它。明明摔到了底，他却高声喊着万万岁，认为一切都会触底反弹的，总有浮起来的那一天。对于一个孤身闯荡大城市的年轻人来说，他可能想要的并没有那么多，一点点温暖，一点点理解，一点点什么都不要问，小小的拥抱就足够了。那接下来我还要讲一个人，这个人和小兵完全不一样，因为小兵是一个从底层一步一步靠努力靠打拼成长起来的女孩，而这个男孩子呢，他是世之介的同学，他叫小柱，他是一个比较幸运的人，学习成绩比较好，一帆风顺，毕业以后呢不会找不到工作哦，他一下子就找到了一个大家都听说过的公司。但即便是这样，小柱依然觉得自己很不快乐。他身上发生了什么呢？那像世之介这样的废材，对于幸运的小柱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我们有没有发现，就在大学的时候，我们会有那种感情特别好的人，天天都黏在一起，而且你们两个会很相似啊，考试成绩差不多，穿衣打扮差不多，喜欢的朋友爱吃的东西也都差不多。但很奇怪，有的时候这么相似的两个人，就有一个比较幸运，而另外一个比较倒霉。那我接下来要讲的这个人呢，叫做小柱，他是世之介的同班同学。很奇怪，两个人比起来呢，世之介就是那个莫名其妙会倒霉的废柴，可是小柱呢，就是能力也没有好到哪里，但总是被幸运女神眷顾，他就是一个幸运儿。那这个故事要从哪里讲起呢？从一句话讲起，叫我弱爆了。你们有没有说过这句话？你会在什么情景下说这句话？说的时候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呢？委屈，对吗？难过，不公平啊，等等这些。可能是在打游戏输了，可能是考试没考好，可能是找不到工作的时候。总之，当你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其实会有什么样的情绪在里面？叫做气馁，或者妥协，或者是哎呀，放弃了算了，就是想躺在地上。这种情绪可能每个人在一瞬间都会有吧。那么世之介是在什么时候说出我真是弱爆了呢？世之介在又一次去面试的路上，本来就有一点迟到了，结果突然扭了腰。书中说汗全下来了，不赶紧的话就赶不上面试，但哪怕只动一小下，一阵剧痛便猛地袭来，实在走不了，沿途别说出租车了，连个人影都没有。不行了，不行了，他无意识地发出声音，原来是自我调侃，没想到发出的却是哭腔。接着蹦出来就是这样一句话：我真是弱爆了。承认这一点之后，你会怎么样？世之介的反应是泪水便涌了出来。这个男孩子就是挺没出息的，对吧？接下来呢，心情稍稍放松了一些，已经没有要去面试的想法了，就是索性躺下来算了。他决定就再也不站起来，当然心有不甘，不过他有点喜欢上这样的自己，真的就只是那么一小点，同时也隐约觉得今后再也不会喜欢自己了。有没有觉得很真实？但如果你一直是一个精英，你根本没办法理解这个时候世之介的这种丧，他到底想干什么呢？那世之介的潜台词是什么呢？他会说，当我说出我真是弱爆了，其实是有气馁和妥协的成分在里面。不过之前还总是抱着一丝希望嘛，会觉得这个世界上某个地方总会有一个人需要我吧，对吧？只是我还没有被他找着，那我总还是有一点用吧，否则我怎么会存在在世界上呢？但是后来发现自己真的不被任何人需要，所以始终紧绷的那个神经终于断裂了。有的时候当所有的神经都断裂，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破罐子破摔。你真的把一个破罐子破摔了，也会有一点爽的，对吧？这就是世之介此刻的心情。那接下来我们就说说世之介的这个好朋友，叫做小柱。
他和倒霉蛋失之介恰恰相反啊，他们两个人天天混在一起，但是这个人很幸运他一毕业就顺利的找到了一份工作，工作还不错，是在一个大公司啊，就相当于谁家的孩子今年顺利的进了500强，那妈妈就很开心，就到邻居里面去讲，你看我们家那个孩子多么争气，对，他就是别人家的孩子。那么小祝有没有很快乐呢？他只是在别人的眼中看起来很不错，可他自己呢，他性格比较懦弱，能力呢也不够强，进入到这样一个大公司里面，工作压力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小祝充满了挫败感。那在挫败的时候怎么办呢？小祝会想，幸好还有世之介呀。他说，一想到世之介，我就觉得心里很踏实，觉得不用勉强自己也可以，因为连世之介这种人都能活得好好的，想想也就很坦然了。那我看到这一段我就大笑，然后就在想说，求世之介的心理阴影面积。可是世之介有什么反应呢？他说，继续，别客气哈，不嫌弃的话随便你怎么想。你看世之介真的一点都不介意，他的心特别的大，他认为说只要朋友心里舒服，那被你怎么说都没有关系，你怎么形容我没用，我都觉得没关系啊，很好很好。你能说世之介傻吗？其实不是这样啊，在智商的区别上，人和人的差别没有那么大。但是如果给心中重要的东西排个序，你就会发现这个排序表是完全不一样的，不同的排序就决定了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因为我们明显可以发现，在世之介的心中，朋友优先级是很高的，他把朋友看得格外重要。所以如果我能够对你有一点点贡献，能让你开心一下，那么我有什么不开心的呢？这就是世之介的哲学。那接下来呢，幸运的小祝终于没有办法承受在大公司里的工作压力了，他就辞了职。小祝辞去了高薪的工作，也成为了一个无业游民。辞职之后，小祝十分沮丧，终日沉迷于成功学讲座。有一部热播的电视剧《欢乐颂》，里面那个干啥啥不成的小女孩，在最不顺利的时候也是沉迷于那种成功学讲座。我还曾经看过那个现场大家打着鸡血在那里喊，好像制造出一个气氛，就是每一个人都爱你，你被所有的人看见，然后你的存在是闪闪发光的，声嘶力竭的在那里出汗。就在这种气氛中，人很容易自我麻痹，对吧？那我们都知道这是一个幻觉。如果小祝的爸妈看到这个情况，你会想想这爸妈怎么样？叫怒其不争，对吧？恨不得把他吊起来打一顿。可是世之介是什么样的反应呢？当世之介发现小祝被所谓的自我激励培训班洗脑后，他没有鄙夷，而是心疼。是的，除此以外，世之介再没有别的感想。在世之介心里，小祝是那个会在居酒屋里幸福地喝着小酒，会因为结账时从钱包里找到打折券而满心欢喜的人。当然，在大型金融机构工作肯定很累，但不管怎样，他都不应该遭到人如此痛骂。这就是世之介对小祝的友情。其实小祝在这段时间是非常低落的，那如果我们设身处地的站在小祝的位置，就会怀疑说，哎呀，我是不是真的做了一个错的决定，对吧？从一个高薪的非常不错的公司辞了职，一下子什么工作都找不到了，每天除了喝酒看一些传销的书，然后就是在那里参加这种成功励志学的洗脑班，也看不到任何的未来。他也不敢跟父母说。为什么不敢跟父母说？我们有没有在成长中就有那么一些事儿，认为这就是绝对不能让父母知道，或者绝对不能让那个很得意的人知道？为什么？因为他们不理解呀，他们会说你作死，谁让你辞职的呢？谁让你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看我说对了吧？人在这个时候最痛恨的就是听到这样的话。小祝自己也说我很清楚，和其他同期入职的新人比起来，我是最差的，不管我怎么努力都没有用，销售业绩总是排在最末尾，像我这种家伙，公司是不需要的呀。但这个就是小祝没有办法化解的那种压力，所以导致他最后辞职。然后小祝说，
世之介，你怎么可能理解我呢？像你这种人一开始就已经放弃了人生，怎么可能理解我的心情呢？哦，这个家伙说话好伤人，对吧？可是世之介根本没有像那些聪明的、冷静的、理智的大人去批评小祝，说都怪你要辞职，都是你做了错的选择。他根本不是这样想的，他只是在小祝最低落的时候陪伴在他的身边，他默默地咽下了委屈。他在发现小祝情绪不对的时候，就陪在他身边鼓励他，还陪他去美国穷游。那后来呢，小祝就度过了这个最低落的时候，然后他重整旗鼓，去美国学习投资，几年以后成为了一个职场精英。那在这个时候，小祝掉过头来，再来回忆世之介陪伴他的那些日子。世之介啊，什么时候看起来都一无是处，所以看着他就会觉得现在起步怎么都不算晚。这个就是世之介这种废柴对于后来成为职场精英的小祝最大的价值。有的时候命运就是峰回路转，你很难说此刻错的这个决定会不会成为另一个对的开始。那如果当你低落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对你横加指责，都来批评你，说你做错了，你可能从此一蹶不振。但世之介这样的人，他就会成为你的一个底，他永远拖在这里说没关系啊，你并不那么糟糕嘛，那你看看还有我比你还惨，可是我不照样活得好好的吗？所以我会觉得哇，这个家伙真的让人又好气又好笑，可是没有他真的不行诶。他就会在你最丧的时候告诉你慢慢来，一切还是会好的。那在世之介的耐心陪伴下，小祝就真的从最低处浮起来了。在这几年中呢，世之介也没有浑浑噩噩，他也慢慢的从自己的最低点在朝上浮。虽然这个浮的空间可能只有一点点，但世之介对自己已经很满意了。为什么呢？因为他遇到了爱情。这个女孩子叫小英，小英可不是一个没有故事的女同学。废柴横到世之介还是没有找到工作，她继续打零工玩小钢珠。那她浑浑噩噩的生活忽然有一天发生了改变，这就是她遇到了一个女孩子叫做英子，她开始了爱情。英子是一个不良少女，她小学4年级的时候妈妈就离家出走了，这叫原生家庭阴影啊。所以她到初中毕业的时候就认为自己的心态上已经是一个30岁的女人。那后来呢，她遇到了一个登山向导，跟这个人结了婚。那这个人呢，又在她怀孕的时候说不想要孩子，两个人又离了婚，英子就变成了一个单亲妈妈。她的生活过得是很艰难的，书中有一段描写说，当妈妈本来是不容易的，何况是没有固定工作的单亲妈妈，在一个大雨天，下着伞都遮不住的雨，她浑身湿透，抱着还是婴儿的小孩子去面试，然后这个孩子就哇哇的哭。那这个时候她没有人哭诉，也没有人可以依靠，她就是想得到一份哪怕在夜总会里面来工作的机会，这样就可以养活自己和孩子。所以英子稀烂的生活就是只有紧紧的抱住孩子才能得到安慰。那这时候她遇到了世之介，两个生活稀烂的人就这么莫名其妙的产生了感情。这个感情当然很真挚，可是英子却拒绝了世之介的求婚。为什么呢？英子说世之介没有固定的工作，虽然跟他在一起的时候还算快乐，但看上去他是那种需要人养的男人。从本质上来讲，世之介是一个不折不扣寻求稳定的男人，可是很奇怪，别人偏不这么看。但麻烦的是，本质上是小市民的人，当别人把他看成是小混混，他常常会觉得喜不自禁。有没有这种感受？就是反差萌忽然觉得哎呀，那个人我一辈子都做不成，那有那么一刻你们以为我就是他，我好开心哦。所以即便世之介被别人误会，他也不想解释，他也没有表达出不满。在被英子拒绝了之后，他怎么样呢？像往常一样生活。因为打工的店关门了，他就在英子哥哥叫损人在损人的建议下去英子爸爸的修理厂工作。后来呢，英子跟世之介分手了，
但即便是这样，世之介还是常常会去看望英子的孩子，叫亮太。那英子呢，也一如往常的依赖他，会把亮太交给他照顾。就在照顾亮太的这个过程中，我又看到了世之介身上非常罕见的那种珍贵的品质和他的善良。我讲给大家听啊。那有一次呢，世之介就去看望亮太，走在路上呢，他也很细心，专门到店里面去买了亮太喜欢吃的牛肉可乐饼，他希望亮太一看见他就笑出声来。结果见到亮太之后，发现这个小孩子特别的不高兴，而且呢，这个牛肉可乐饼都不能让他快乐。为什么呢？因为刚刚被妈妈英子训斥过。那英子为什么要骂他呢？因为亮太做了一件在妈妈看来很不好的事情，就是他抢了比自己小的孩子的玩具，所以英子狠狠地教训了他。这个时候，世之介就把亮太带出来，他们两个人之间发生了一段对话。世之介说，妈妈辛辛苦苦地养你，是不想让你变成一个弱小的人啊。亮太，你听我说，从弱小的人手里抢玩具的人才叫弱小呢。真正强大的人会把自己的玩具借给弱小的人玩，你懂了吗？天哪，我看到这儿我就觉得世之介真的是一个很棒的人哈，他绝对不会恃强凌弱，哪怕他是一个废柴，他也不会欺负比他更弱小的人。世之介说，强大的人没几个的，真的很少很少，不过妈妈就是想把你培养成那样的人，你懂吗？那这个时候世之介是在小小的亮太面前维护英子，他说，因为亮太你很有前途啊，你的妈妈觉得在那么多的小孩子当中，真的只有一点点人能变强大，你可能就是里面的一个呢，你知道吗？这时候亮太的心里已经发生了转变，他会知道，哦，原来欺负比自己年幼的小孩子，这真的是一个糟糕的事情，这只能说明我不够厉害。接下来妈妈训斥我，不是认为我很糟糕，而是因为她觉得我好了不起，我应该成为一个强大的人，所以不能做这样的事情。那这时候世之介就又补充了一句，说其实我也这么觉得。我第一次看见亮太的时候就在想了，啊，这小朋友也许以后能变成一个很强大的人呢。有没有发现世之介很会讲话哦？他特别知道怎么样去安慰别人，而且能够一下子就把一个特别重要的道理讲清楚。那你说他是怎么做到的呢？在我看来就是一个词，叫善良。他就是一个很暖的人，所以叫将心比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那己所欲呢，也勿施于人。他总是能够理解别人，站在别人的角度来想问题，从来不把自己的想法强加给别人。所以后面还发生了一件事儿，当英子的前夫打电话来说，哎呀，我想要见一见亮太。其实英子是很纠结的，英子觉得我怀孕的时候你就是不想要这个孩子呀，那你现在要见他干什么呢？这个时候世之介反而站出来劝慰英子，他说，让他见一见吧，这可是你引以为豪的儿子呀，培养出这么好的孩子，还不跟他显摆一下吗？有没有发现世之介特别会做开导工作？这如果是心理热线的话，一句话就能够把人心中的郁结打开了。那我就是在看到这里，我真正的开始喜欢上了世之介，这个我之前不能够理解的废柴，在我看来浑浑噩噩的没有进取心的家伙，竟然这么的珍贵。他真的是一个好人，而且总能够带给别人希望，这是特别了不起的事情。那后来呢，是世之介发现了亮太的长跑天赋，他每天都陪着亮太去跑步去练习，哪怕是英子已经跟他分了手，可他还是觉得自己有责任做这件事儿，仅仅是因为他喜欢亮太，他像对待好朋友一样的对待这个小孩子，所以他鼓励亮太去给马拉松选手安藤当陪跑。是在好多年以后了，亮太真正的成为了奥运长跑选手。而英子呢，她也在世之介的支持下，生活慢慢的走上了正轨，找到了一份保险推销员的工作。她不再抱怨生活，承担起了
抚养儿子的责任。在英子和亮太的生活中，世之介就是一个陪跑者，他没有能够进入英子和亮太的生活，他没有钱，没有工作，他几乎是一事无成的。但是多年之后，他们回忆起世之介的时候会说，他有的只是善良乐观，哪怕他一无所有，他也能拥有生活中的每一天，每分每秒的时间都可以被他变成欢愉。这就是世之介带给英子和亮太的改变。在最困顿的时候，英子只要想一想世之介，就觉得能够好好的生活下去。那关于世之介的故事，就只剩下一个人我们还没有讲了，这个人叫做损人，他是英子的哥哥，这也是一个很离奇的人。损人跟世之介之间又发生了什么样的互动呢？我们来讲讲损人的故事。损人是谁呢？他是英子的哥哥。世之介常常被人误会，他说他是一个小混混，你看他不务正业，游手好闲，好像也没有什么正经事儿可以干，也没什么明确的目标，但其实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求稳定的小市民。可损人就不一样了，他才是一个真正的小混混。还在上中学的时候，损人呢就拿着一把砍刀和另外一个学校的学生去打架。这个打架过程是很激烈的，他们拿着木刀，然后青春期的男孩子嘛，血气方刚，谁都没有办法控制。结果对方有一个叫做光司的男孩子，就在争斗中从河堤上摔下来，摔成了植物人。那也就因为这件事呢，损人被送到了少管所。后来从少管所出来，就勉强念完了高中。期间呢，他做了一件事儿，就他一直觉得自己对光司非常的内疚，所以他常常去光司家，先是获得了光司父母的原谅。这件事其实挺不容易的，你是先要有勇气去面对自己的错误，然后接下来去不懈的行动，祈求原谅。那光司的父母原谅了损人，就允许他可以去探望光司。接下来损人就做出了一个举动，就是在他上高中之后的10年里啊，他每个周末都会雷打不动的去探望光司。所以我们会发现损人并不是一个坏人，他性格中反而有一些特别坚韧和肯负责的那一面。那如果没有少年的时候一时的冲动，没有发生光司摔成植物人的这个事儿，那损人的命运会怎么样呢？也许他会干出一番大事业来吧，可惜命运就是这么很轻易的掉了个头。但损人也就默默地接受了这一切，他反而有一个很奇妙的想法，他说如果不是因为光司，我可能会放弃人生吧，任由他朝最坏的方向发展。他反而是很感恩的，所以在光司去世之后呢，损人像个孩子一样哭得稀里哗啦，根本不管别人的眼光，人家都觉得好诧异哦，说你这样的一个小混混，你会真的难过吗？你会真的痛心吗？可是损人心里怎么想呢？他说13年来我没有一天不在想这件事儿，如果我处在光司的立场上，那会怎么样？那么13年来，损人每个星期天都去光司家里陪伴他，做家务，帮他擦洗，聊天。可是他心里还有一个东西是放不下的，他就想知道光司有没有原谅自己。可是光司再也没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了，所以这就成了损人的一个心结。他跟谁都没有讲，偏偏跟世之介聊起了这件事儿。他说世之介，你说光司那家伙是不是原谅我了呢？世之介说我也不知道你看这很像世之介哈，就是他特别的钝感，也特别的真实。损人说也对哦，不可能知道的，对吧？世之介说对不起。所以啊，我只能把自己当成光司，再继续去想这个问题了，对吧？有没有发现损人要度过的那一关是什么呢？就是救赎。年少时候犯下的错，可能要用很漫长的一段时间才能够补偿。那在损人的心中呢，
光丝就是他生命中的一道坎儿。那由于光丝去世了，这个坎儿变成他根本没有办法跨过去的，所以损人心中就有了一个奇妙的想法，说要把自己当成光丝，然后想要找到他到底会不会原谅我。如果没有发生年少时候那件事儿，那光丝会怎么样过活呢？所以损人心中有一个萌芽，就是他想要离开这个地方，他要代表光丝去闯荡一下世界。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损人变成了最了解光丝的人，他就是想知道光丝如果是一个健康的正常的人，他会怎么想，他会怎么做，他会感受到什么呢？所以损人好像突然之间发生了一个生命上的深度链接，他和光丝融为一体，他要换一种方法去活。所以损人在最后呢，就留下了一个纸条，上面只有3个字，叫我走了。他身体里带着一个光丝的灵魂，要去经历更多的事情。那损人的这个出走其实也是受到了世之介的鼓励，虽然世之介是无心的，可他就是这样，总能够莫名其妙的鼓励到大家，包括帮助到大家，改变别人的命运。我们的编导就说，哎呀，你说世之介是不是大智若愚呢？还是说他真的是一个特别能带给别人福气的傻瓜？我在想，可能就是因为世之介在跟别人交往的时候，他根本没有什么目的，他所做的一切都不是出于利益，他只是很简单很真诚的回到了这件事儿最初的样子，所以反而用最简单的话就能够轻轻松松的解开别人生命中的难题。那损人在离开的时候，他是和世之介之间发生了一段对话的，那这段话其实非常的深刻，因为我们知道损人和英子的妈妈就是在他们小的时候离家出走，抛下了一切不见了。那损人现在也决定像他的妈妈一样抛下一切重新开始，所以他把自己的这段话讲给世之介听。他说，我想如果说那时候我老妈的心情就像我现在一样的话，那老妈一定感觉到很幸福。当然和留下来的东西告别是很痛苦的，为什么呢？因为当损人离开的时候，他也要考虑啊，留下来的那些是什么呢？他的亲人，他的朋友，他所熟悉的一切，还有他本来应该肩负的责任。可是他决定什么都不要了，像他妈妈当年做的一样。损人说，即便是这样，老妈可能还是特别幸福的离开的。现在我就是这种感觉，所以世之介，你帮我跟阿英还有那个老家伙都这么说一声吧，这样一来，那老家伙也会感觉肩上的担子轻了一些。可能会有人说，哎呀，这个损人怎么这么不负责任啊？但是世之介恰恰不这样看，在他心中，即便损人活成这样，也是一个值得他尊敬的人。那世之介会告诉别人说，能活成损人哥这样，远比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成功人士都更值得尊敬。为什么这么说？好多成功人士啊，其实并不快乐，也常常违背自己的心愿，做了很多自己不喜欢的事情，背了很多自己不愿意承担的包袱。可能在世之介单纯的那颗心里，他会觉得损人只是去完成了他自己最想要的那个心愿，这样又有什么不好呢？他同样是值得尊敬的呀。在世之介看来，好像世界上所有的一切都是那么自然，都是那么轻松，可以坦坦荡荡的发生，不用介意别人怎么想，也不用介意你是不是成功，你只要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这就足够了。那怎么来总结世之介这个人呢？书中有一段话说，人生这东西绝非全都是花好月圆，有好的时期，也有坏的时期，有最棒的一年，当然也有最坏的一年，但是不好也有不好的活法，人生还是能继续下去。说不定正因为它是一段很不好的时期，世之介才能够遇到这些人。如果世之介人生过得一帆风顺，那也许就和这些人擦肩而过了。这么说来，人生不如意要怎么样？万岁！人生摔到底要怎么样？
万万岁。这就是世之介的态度。世之介实在是一个非常普通也非常渺小的人。最后世之介的结局是什么呢？由于一次交通意外，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就亡故了。所以这本书很特别，它一直有一个视角，就是在找不到工作的那一年，世之介所遇到的那些人，他们后来各自有了自己的命运，有了自己人生的方向。可是不管他们后来到了什么样的位置，他们总会想起世之介。想起世之介的时候，他们都会笑起来。你这一辈子可能会遇到很多不一样的人，世之介是那么的平凡，可正因为这样，他才显得不太平凡。所以大家会说，在找不到工作的一年，世之介真正的实现了自己的价值。这不是社会所定义的，这是一个人的善良所创造的奇迹。也许做个善良的人，你并不能有所作为，但奇迹会在你身边的人身上发生，他们会因为你的存在拥有更好的生活。这就是世之介的价值，也是非常触动我的一点。那说到这里，我就想补充一个细节，就是在一个摄影展上，世之介生前所拍的一张照片获得了一个奖项。那业内一个特别资深的摄影师，一个权威的老爷爷就说，哎呀，这张照片啊，可以看到这个人的内心，这是一张非常善良的照片。所以我们从小就说人之初性本善，可是后来长大的过程中，我们也会一遍一遍地问自己，除了善良，我们还想要什么？想要的越来越多。再到后来，我们甚至会怀疑，善良真的有用吗？善良难道不是意味着被别人欺负，意味着百无一用，意味着你是一个废柴吗？但看了世之介的故事，我忽然觉得人之初性本善是一件特别美好的祝福，这种祝福会照亮很多人的生活。所以在看了找不到工作的一年后，我就发现好多人评论其中有几条特别有意思。有人说，这个世界有太多的不甘心，人生不会太美好，我也焦虑，我也很丧，但我相信一切都会过去的。不管怎样，人生总还是能继续下去。如果能遇到世之介这样的人，那真是上天最大的恩惠。我想就连作者吉田修一也会感到很吃惊吧，没想到我竟然写了这么好的一个人，而且做一个好人竟然是能够打动那么多人的一件事儿，这多棒啊！那有一个读者就说，在这个处处鼓吹出名成功的浮躁社会，还有人喜欢横道世之介，还有以一个善良的废柴作为主角的这本书，那么这个社会也不会坏到哪里去吧。如果你身边也有这种不合时宜、不着调，但是却像春风一样能够给疲惫的社会带来一丝抚慰的朋友，那你一定要好好的珍惜它。所以横道世之介究竟去了哪里呢？我们的编导找来一段话，我觉得这是所有人的祝福。我希望在另一个时空里，世之介能够和自己喜欢的女孩结婚，有一个像亮太一样可爱的小孩。没事的时候会和妻子孩子一起逛打折超市，试吃各种熟食甜点。下雪的时候会包裹得像只熊一样，陪同样包裹得像只小熊的孩子玩雪。天气好的时候，一家三口去河堤旁户外烧烤。不想出门了，就一起待在家里吃牛肉可乐饼，或窝在被炉里看电视吃橘子。真希望世之介是永远快乐的。祝福你，世之介，祝福你所有被世之介打动的人们。就到这里。